之前我就在小红书那边看到有个 post， 他们就哇，年轻人存不到钱，为什么那么难存钱？然后过后呢，下面呢就有人写3大原因：一 Pop-Mart， 2 iPhone， 3 Cafe。我觉得很现实。存钱跟消费看起来是对立的，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看，因为这样子看的话，会变成我们会觉得存钱是一个牺牲现在的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可是消费也是逃避不了的，生活费高涨是一个我们无可否认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其实生活费高涨的话，是今年才开始吗？还是其实每一年都会面对同样的处境？如果我把钱花在真的能让我开心跟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能持续的感到开心的。可是如果花在一些短暂时间会开心的东西，那个效应过了，我就会开始再找下一个让我开心的消费，因此永远我们钱不够用，恶性循环。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那随着全球生活成本不断升高，年轻人的守财能力呢是一年不比一年了。那年纪轻轻呢就破产，欠债累累，其实在马来西亚呢这个现象呢并不罕见啊。那这一期的理财好好学呢，我们就来好好检视自己的财务健康。5个30岁必须要达到的理财里程碑。那最后一个呢是最重要的啦，就来看看你的 KPI 有没有达标啦。那根据 CFI 2025年消费者趋势研究，高达 77% 的国人呢是因为生活成本上涨挣扎求存， 55% 的国人呢储蓄不足以1万令吉啊。那而且呢，尽管面对了这个财务的压力呢，当中有的受访者他们还进行了巨额的消费，有没有在怕？那另外一项研究呢，就是由 Vodus 公布的2025年消费者情绪研究报告也显示，35到44岁的群体呢是面对最高财务压力的群体了。不过呢，报告也点出先买后付，也就是 Buy Now Pay Later 的使用率呢日益增长，是令人担忧的。那正所谓越早理财，就能越早享有财务稳定带来的果实了。别以为理财是30岁、40多岁中年才开始做，其实当你步入社会呢，你就应该要提早开始规划了。那年轻人到底该如何理财？要规避什么理财的陷阱呢？我们这就请出了 VKA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规划部门主管 Kevin 梁建明来和我们分享。 Kevin 你好。伟健你好，大家好。好 Kevin， 其实呢第一个问题啊，今年相信在社交媒体我都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就很多年轻人他们说他们今年特别难存钱，有时候他们还需要动用到自己的这个紧急的储蓄，然后过后呢他们也说已经是控制消费了，不过最后还是存不到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生活费高涨是一个我们无可否认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其实生活费高涨的话，是今年才开始吗？还是其实每一年都会面对同样的处境？那我相信答案是，其实每一年我们所需要购买的东西都会起价的，所以因此而言，就是说我们开始觉得消费很难储蓄，消费一直升，它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事情来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都已经很努力很小心去控制消费，可是我还存不到钱。我还有见过比较普通的一群人是，我已经月头都在存钱，可是月中的时候或者月尾还没有到，我又被逼从我的储蓄那边把钱拿回出来。这样这个是生活费提高的问题罢了，还是其实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去参考？我会认为可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自己过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怎样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嘛，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这样清楚的。加上有一个现象是，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很清楚知道我需要给的一些钱是什么，比如我的房屋贷款啊、汽车贷款，我
有一些可能保险或者是电话单啊那些，我们可以很容易写下来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花费，可是它不是每一个月出现的，比如我们汽车保险、汽车维修费，或者有一些账单是每3个月、每半年才要结账一次的。这样当我们把钱全部放在一起来支出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户头，诶，是有钱的，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额外的消费。但是到了3个月后，比如我的汽车需要进行维修的时候，这一个月我就看一下，我需要比我每个月的收入花更多钱，因为3个月前我已经把应该留给这个事项的钱已经当做额外的钱用掉了，所以很多时候是应该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检验，我们才会知道，对，大环境是一个因素，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的情况是更加有绩效的，可以帮我们去存钱或者减低这些财务压力的问题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有这个习惯，我会每次会 list out， 就是我的收入是多少，然后过后我的那一个expenses 就是有分 fixed 的固定的，好像你说的固定就是房贷、车贷这种固定的，我会 list out 出来。一些是比较可变的、变动的，就是例如 groceries 啊或者之类的，我会 list out 出来。然后我再看我剩下多少，就是我不只是一个月做一次，我是 constantly 一直不停的在做，来检视我自己的那个成本啊，那个消费有没有过度。你觉得这样子是正确的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这样子它让你更了解你要维持这个生活方式，大概每个月可能你几个月过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平均的那个消费的号码。只是说可变的那一 part 可能我们会比较想起的是好像 grocery 在外吃用餐那些，它我们是不固定，但是有一些就是好像刚才提到的，它不是每个月会出现的东西，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而且这些才是真正让我们的财务不 stable， 就是不平稳的那个现象，其实就很多时候是来自这些东西的。包括有些人好像他们有宠物，他们可能忽略了，可能有时候宠物会生病，对，要去看医生，有些会很贵的，不便宜。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去计算出好像11，12，我们要去 shopping 是吗？我们是不会把每个月预留一笔钱是给这些东西的。可是如果我每一个月放50块 set aside 啦1月开始我就做这个习惯，到11月我会500-600块给我去真的放任 shopping 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动作，当我们11月开始，很多人都买，我也要买，可是我不小心打开我的手机，我看到的确很吸引，我可能会需要，我就买了。到那时候如果我没有这笔额外的钱的话，我可能就会选好像 BNPL 这样子咯。那下个月后个月我就开始面对额外的问题了，因为这些消费的那个后遗症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收入要分一点去支付他们，就因此导致我接下来那几个月会开始更大压力，会比较不平稳。加上刚刚好又靠近新年的时候，会更压力。那个支出会更高，是不是？然后过真的要花费的时候，你就才发现你没有钱。对，这个最惨的。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小心处理的是，预支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虽然不是每个月需要支付的，但是无可否认它在一个普通的年份里面一定会跳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土地税啊、门牌税啊，真的是很多东西的都是会跳出来。情人节啊、生日啊，这些一年一次、几个月一次的东西，才是很多时候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东西。好，就接下来我也知道 Kevin 你在这次来访问之前呢，你也是有准备了一些就是30岁一定要完成的一些 milestones， 一些里程碑。你可以跟我说说有哪几个是30岁就是你应该要完成的一些 goals 吗？谢谢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分享这5样东西呢，可能跟我们平时会看得到比较物质上的那个里程碑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可能会比较更加含有的那个idea 来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每次都给自己一个 timeline， 就是30岁之前我一定要有房子有车。有时候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们去有一个动力或压力。但是我想 share 的这个几个点子呢，是第一个，可能30岁之前我们要确定我们有至少6个月的收入
等于我们6个月收入的紧急储蓄，或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设立一个目标，1年左右。加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到的是，工作的那个大环境也是一直在变啊，对，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工作可能被取代，或者是不需要了，很多人都会丢了他的饭碗，或者是他的收入会被大大的削减下来，所以有一个紧急存款会很重要，尤其是30岁可能是我们踏入人生另外一个10年，我们可能需要有另外一种安全感，加上如果成家立业的话，这种安全感就是我们的底气就是从这边来的。真的。你所谓的那个紧急储蓄1个月，我是以我目前的月薪来算呢，还是怎么样呢？如果可以就以月薪来算，有很多个方法的。有些人会讲我们用我每个月支出的来算，其实也不会错，没有对没有错的。但是我会认为，如果以月薪来算的话，就算我真的丢了我的饭碗，我可以继续我现在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我的储蓄存款，我还可以继续，或者我会变有多余的钱，额外的可以买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比较理想。好，接下来还有什么里程碑是我们要完成的呢？第2个里程碑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人生的目标。这个也是其实是最困难去办到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问一些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的脑海里面是空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可能我没有写过我的志愿，但是毕业过后是不会有人问我们你的目标是什么，你5年后要有什么，要达到什么，没有的。工作上的目标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企业给我们的目标，可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什么 idea 的。那么就变成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你问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讲不出好像不对这样我们就会开始想一个人应该有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变成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很容易去把别人讲过的目标踩下来，再当成自己有目标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我们需要想象一下，比如5年后我睡醒，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今天我要找谁，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要做什么活动啊，进行什么活动等等，它可以让我联想到我向往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这样从那边我们如果我想要睡醒，我可以去慢慢喝早茶这样子，这样有这样的生活的条件，我应该在可能3年后，就是那个是5年后嘛，这样今天的3年算起，我应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checkpoint 才可以让我有信心可以去到那一个 level 这样子。所以比如我们可以想，今天2025年嘛，2030年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可是不一定要想钱罢了的我们可以想好像我的健康方面我希望是怎样的，我跟人家的那个relationship 就是情感方面是怎样的，不一定是男女的 relationship 情感，可以是跟家人的情感，跟朋友的情感。我会鼓励我们针对今天的满意程度做出一个评估。这样如果我觉得我跟身边的人的感情，我的满意程度只有6分，今天这样我会问自己 from 这个6分我要去到7分，我需要什么改变，需要看到什么额外的不一样，这样它就变成我短暂的一个目标，然后我再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以达到或制造到这个现象出来。这样我今天就有一个小小的目标让我去work on to it 咯，就不一定是要物质上面的，也可以在情感上面的，对不对？因为每次你说到哇理财的里程碑我们心想一直要物质买房买车之类的，我要住在哪里，住在一个高级住宅区还是怎么样的，你这样子反而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压力之余，很多时候我们变成容易去做出一种比较，因为假设你开始工作，你的收入是比同行的人高一点的可能，这样你自然而然就有更好的条件去储蓄，可能比别人提早买到车。但是如果我一开始我是自己创业，我的收入很不稳定的，这样是谁跟我说一定要在30岁有屋子有车？就因为我朋友有，不可能嘛，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对可能我又有不同的责任或者不同的意外一直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比较的话，可
而已，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那个现象啦，比较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要去比较物质的东西这样子哦。好，那么接下来第3个呢？第3个可能说是比较跟现在的现象很适合的是，有一种里程碑是没有什么人会去想到，但是其实蛮重要的，就是在30岁之前，可能我们要确定我们的财务健康是属于一个良好的水准。就比如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可能讲30岁之前或者是某个岁数之前，或者一路来我都希望我的血糖是健康的，我的血压是健康的，我的胆固醇是健康的。可是会因为我们不同的生活习惯而导致我们的那个血糖血压全部变成比较不健康的现象嘛。像财务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财务健康的水平是什么。如果我时常都在用信用卡，我用了我没有每个月还完的话，这样几年后我一定会累积很多卡债，这个不会是健康的现象。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这样我是否有固定的存款，5年后我不会有存款的，如果今天没有固定存款，这样还又是一个健康的那个指标这样子。所以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可能30岁进入另外一个10年的时候，我会希望知道我过去5-6年的方式到我今天为止我的财务健康是怎样的。比如那个身体健康，我看到我的血糖高，就是说5年里面我的饮食习惯制造了这个现象，这样我才知道有哪一方面需要进行调整跟改变，要检视回自己过去的那个习惯，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出一个财务健康的体检的话，检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有哪一方面需要我的注意，有哪一方面是不好是好的，这样我才可以看回去过去，原来是这样子导致这样子，所以我才问自己，我希望它恶化嘛？如果不希望的话，我今天可以做什么？这样这边也会制造新的目标出来，所以它是非常有一个关系很紧密的。这样这个是30岁之前，我们最好是知道自己现在的财务状况，因为过去开始工作的5-6年，它已经定下来。如果我现在不去提早改变它的话，以后会更难做出调整。太迟了，只能说太迟了。所以对，第4个是我们不要有卡债，或者不要过度借贷。OK，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我有一个信用卡，我也能 build up 我的那一个 credit。对，可是是2回事来的。如果我需要按时还，而不是给它滚越多，对不对？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要那个东西帮我来制造我的 credit report 好的话，这样我有它跟我用它的方法是2回事来的嘛 ？OK， 对吗？就好像我有车，跟我拿那个车去乱加、乱超速是2回事来的。2回事，真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善用它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几天还是2天前有一个报道讲，很多年轻人都是处于濒临破产的现象。这个现象我自己在尤其是这2年里面，我遇到很多新的顾客都是这样子。年轻人，有些是比较年长的也有，但是全部都是30多岁的很多。濒临破产，不是还没有到重组债务的那一种，对，很严重的都有。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他们很多会每个月还卡债，他们会还那个 minimum 的 amount。有时候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你应该要还那个都要还 amount， 对不对？只是东西是累积出来的，所以我们用了几个月后或者1-2年后，你会发现，那个 minimum 已经让我透不过气了。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可能他们收入不够高，可是我也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的人，他的收入可能是1个月1万多、2万多都有，可是也是代表他的卡债的数目更庞大，消费也是更高，就是说他消费的那个数目号码会更大，然后他们会很难继续，尤其是刚刚要生孩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怎样继续？所以30岁之前，如果我们消费的习惯导致我们有卡债，这个是一定要去重视的东西来的。因为我们进入新的阶段，你带着这些负担，你是很难继续放松走下去的。好 Kevin， 那么接下来第5个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5个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可是第5个不一定要30岁以前或者之后才做都可以，一路上都要
完成的信念来的principle 来的。OK，就是我们应该需要确定我们每个月的收入跟支出的中间或者是下面一定要有，我是叫这个叫cash flow surplus， 就是现金流要有额外剩下的数目。OK， 就是说如果没有剩下钱的话，就是我的收入是这样，我就用刚刚好，这样子是不健康的。月光族。对，一个意料以外的事情，小小的像中产曼，我就惨了，不够钱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可能他的收入是这样高，可是他的支出也很靠近，这样也是不理想，因为也是一样，一个意外意料的事情一来的话就很脆弱的。这样我们至少要确定的是，我的收入跟我的总共的花费加起来，他的剩下的钱至少要超过我的收入的 10%。哦，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收入掉10%，对我没有影响，或者我的那一个月的支出突然多了10%，我也没有影响。这个是没有对错的那个指标来的，但是10%是安全多很多。所以意思就是，如果我的那个收入和支出比较好像到了同一个水平之后呢，我就可以在那一边我检视一下，maybe 我可以减少我的消费了，是不是？对，像那个消费的定义呢，是包括那些不是每个月都会支付的东西要算进去。就是说我们把好像刚才讲汽车维修，如果一年我会送去车房2次，对，我就预测一次大概600块的话，就是每个月我要放100块。我的收入那边我要拿掉100块，所以每个月我必须要 include 这个100块进去，这样会有好处的。这样1年后我去坐车的时候，我一定有钱了的，我不用，它不影响我那个月的心情的。对，因为其实你说这个3个月啊 quarterly 或者是half year 这样子的那个，我也不懂我要怎么算呢？其实就是你要除那个全年的那个多少月份这样子，是不是？比如情人节或者我自己的生日，我今年开始1个月放50块，我明年就有600块了。对不对？旅行也是很多人没有把旅行放进去他的每个月的预算那边。但是如果我们放进去的话，我就是从年头我就可以规划好的布局了。我要去哪里，要用多少钱，我从年头开始放，到年尾我去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卡债回来的。我也见过一些人很可惜他们借个人贷款 personal loan， 然后去旅行，他旅行回来。今年应该是第3年，他还在供着他的旅行。真的啊？真的。Oh my god， 是很难理解，但是肯定的，我们每个人做的东西，在我做着那个东西的那个 moment， 对我来说这个是正确的。这个可能是那个优先次序有一点不正确，但是对那个人来说，他做这个东西是有他原因的。他很怀念在英国读书的时间，他跟他太太在那边认识的，他们结婚周年，他想要回去，他不够钱，周年他就借钱。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好，我们其实也不能就是去怀疑或者笑人家这样子的决定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由是有的，理由是苦衷。然后我们做那个决定的那个瞬间，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不错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才做。只是说回来过后有孩子要搬家，这个时候才出现问题了。我们能不能提早的规划，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对，就是那个收入跟支出要有那个中间一定要剩那个至少 10%，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好像我跌倒，我知道有东西在顶着，不会特别痛。好，其实接下来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有说一个顺序嘛，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一踏入社会呢，他们就被很多这种 commitments 追上了，就好像有车贷啊，有保险啊，然后过后有时候我还要给家用，然后过后你也说我要有一个紧急储蓄，真的太多东西堆着来了。你觉得那个优先顺序我要怎么样排呢？我的那个钱要怎么样规划呢？像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要知道是否有一个正确的顺序，但是我会认为呢，最好是根据我自己想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如果我没有车，可是我的确是需要1辆车我才可以工作，这样那个车变成一个很基本的需求来的。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把基本的需求我们可以买比较低
低价钱，或者是比较没有这样新的选择，我们就会把基本需求变成比较高消费的那个选项，这样就可能有一点错误的那个优先的次序咯。但是我们知道要什么会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无论如何紧急储蓄是第一个我们不可以忘记的，一定要排在第一，一定要排在第一。但是不是说我要存到2-3个月我才可以去开始做其他东西，其实可以同步进行。好，那如果我是工作受雇的，我的薪水应该是比较稳定，我就比起不自己去做好像 self-employed 自雇人士，那种它的风险就会相对比较高。像我们要做的是紧急存款要有限，然后买车如果真的是需要就可以买，但是一样咯，跟回我们的收入跟支出，不可以过度借贷咯。这样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车贷刚毕业可能还会有那个BTPTN，然后如果我将这2个贷款的每个月的要还的数目加起来呢，全部贷款其实鼓励啦是不要超过我们总收入的35%。OK， 就是带回家的收入，不是那个 before 我们扣掉其他东西的收入。就是那个 net 咯，net 的扣完那个 EBF 收之类的，进银行户口的才是叫净收入。我们的总贷款的那个摊还的数目不可以超过我们的净收入的35%。这样就容许我们有那个松动。那个自由伸缩性。但是如果我今天就因为这个35%，我就把汽车贷款弄到最高的，刚刚好35%，表面上是很健康啊，可是到了可能几年后我需要买房子的时候，我就会面对问题了，因为车贷款还没有供完，然后加上那个新的房屋贷款肯定超过35%，所以我们要不要用完那个国大。OK， 有一个时常被混乱的东西是，可是银行可以借我啊，超过50%银行还是批啊，这样这个是2回事来的哦。银行认为你可以跟你应不应该是不一样的事情来的哦。就好像你给我吃5碗饭，你认为我吃得下，可是我不健康哦，如果我硬吃不对吗？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分析一下，人家提供我 approve 我这个 loan 不代表我真的是可以的，有能力，因为舒服这样子，因为银行看你的收入不错啊，很稳定啊，在这个公司做工做了这样久他应该可以啦，我们就批他。可是银行不知道你还要照顾你的长辈，银行不知道你还要做什么其他东西嘛，所以2回事来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一步入社会呢，他们就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租房跟买房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游子，我们去到大城市打工的话呢，如果我是想要舒服的话，我肯定是租房，对不对？我那个现金流比较宽裕一点嘛。那么可是呢，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说，哇，你现在你还不买房啊，你以后你就供到你半生死。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看呢？这个其实什么时候买房都需要继续供很多年的嘛，所以其实是一样。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社会观念的问题。比如年长的一代可能会跟他们的孩子讲，你不买房有一点不聪明，因为你在帮人家供屋子。所以因为这些话，我们就觉得真的我要聪明一点，我要去买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有时候去比较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有房子了，可是我还没有，这样这个是没有对跟错的。所以我们要回来我们自己的现金流。如果我去买房的话，它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如果我租房的话，对我有什么好处等等。这样我也是有遇过一些他们是租房，但是也是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可能是租一间房间，但是他因为我需要个私人空间为理由，他就去找一个 unit 一个 studio， 他的房租就从可能600块变成1800块，3倍左右嘛，是不是？对。这个问题就导致他现金流出现很大的问题，这样他一生病有问题的时候，他的每个月的收入就全部变成不够，然后就慢慢卡债从那边累积出来。这个也有。那另外一个最近有一个33岁的也是年轻人，他就是因为朋友都有屋子，为什么我还没有？这样我们就全部都滚黄历了，你知道吗？拿那个钥匙。所以我们就分析他的现金流，根据他的收入，加上他其实是在讲这个话题的前一个会面，他告诉我他想要在2年后创业的。
这样变成他的买屋子跟他创业是一个对立的那个目标竞争来的。对，因为他要存钱去创业，这样如果他买屋子的话，他现在哪一个你要选？他现在不用给租金的因为他现在的公司有提供住宿的他是为了每个人都有，我还没有代表我失败这种压力，促使他要去买房子。 Fear of missing out， 对 FOMO， 或者他怕人家 judge 他，看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但是租房你也是要有目标说，可能以后我需要自己成家立业，我还要规划我自己的房子，这样你就用租房的那个期间省下的那个房贷跟租金的差距，为你慢慢累积你的首付，或者是让你累积不同的存款，以后可以做别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有好有坏，我们要分析哪一个才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东西，然后不要绑得太紧。好，非常有用的建议。最后，其实我们已经来到访问的尾声了。其实我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之前我就在小红书那边看到有个 post， 他们就哇，年轻人存不到钱，为什么那么难存钱？然后过后呢，下面呢就有人写3大原因：一 Pop Mart，2 iPhone， 3 Cafe。我觉得很现实。所以呢，我想要问一下你，其实如果是遇到这种生活成本提高，可是我收入又没有好像停滞不前，或者涨一点点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怎么样能优化我的这个储蓄的这个计划呢？是不是我就只能在吃食那一边减少一点，还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建议吗？其实存钱跟消费看起来是对立的，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看，因为这样子看的话，会变成我们会觉得存钱是一个牺牲现在的当下的生活方式。是可是消费也是逃避不了的这样如果我真的喜欢喝咖啡，还是那个咖啡是我每天都需要才能够放身继续做工的话，这样这个咖啡是我的基本的生活开销来的它是一个 need， 不是 want。对，我避免不了的嘛。 OK， 好像我真的一天要喝2-3次的，不然我做不了东西的。所以基本开销来的，我避免不了的。如果我们为了这样子而去硬减掉可能1个月2个月是成功的，可是我觉得它维持不久的，持续不到的这个改变，因为它是违背我需要的东西跟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没有我的 engine start 不到。对，所以2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就是处理这个现象，就是第一，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有什么，以后那个目标，如果我今天不存钱，我可能就进行不了，完成不了，这样我就变成有错过，就有代价了嘛。这样我就问回我自己，到底是今天我去好像 Pop Mart 这些东西，它是否重要过我的以后的目标？这个哇，你这样子放在一起，结果就出来了，就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比较。因为如果我觉得我的确需要存200块才可以买车的话，我今天放弃这200块，我其实不是放弃200块拿到额外的 shopping， 其实我是在放弃我买车的梦想。这样倒回来就是到底这辆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为了买而买，这样我很容易忘记它，很容易放弃它的。可是如果这辆车其实车不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房子是我很重要的东西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把这个额外的钱放在这个存钱买屋子的那个 pot 那边的，这样它会帮我获得一个比较容易优先次序化的那个帮助。第二点呢，是我要明白我这个人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来说什么很重要，这样我就会先把我的收入 take care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先，剩下的才真的是变成多余的钱才来做多余的消费很好，我觉得你就把2个东西放在一起来，你做比较，看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你就选哪一个，是不是？如果我把钱花在我真的能让我开心跟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能持续的感到开心的。可是如果花在一些短暂时间会开心的东西，过那个效应过了，我就会开始再找下一个让我开心的消费，因此我
永远我们钱不够用的，恶性循环。好，非常感谢 Kevin 你给我们带来那么精辟的分析，还有一些很好的理财建议啊。其实说到这个储蓄的东西呢，现在我们有很多这种科技啊，他们有这种 pocket， 有这种打崩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善用的，就好好的规定自己的目标了，对吗？好，这些都很好用。除了规定目标，包括好像刚才汽车维修费那些东西啊，做一个 pocket 出来，每个月转过去。简单更轻松，对，好，收到薪水你就好转进去了，不用收到薪水，我们可以 set automatic 的几号，每个月 auto debit 自动转过去的。好，非常谢谢 Kevin 你的分享啊，谢谢你，谢谢你。好，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哦。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如果你是在聆听 Podcast 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频道啦。我们再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